你说了。你居然接下了我的贯日，还震碎了我的剑。你太厉害了吧！真玄境就这么强，要是到了灵玄境，我根本不可能是你的对手啊！你似乎的确配得上公主姐姐。这还用你说？你输了，知道真正的男人会怎么做吧？又来了，这云兄。我林杰从来说话算数。老大。老大，你是怎么做到真玄境就这么厉害呀？这个有点复杂。作为老大，你可不能小气啊！指点一下小弟呗，我就再也不用每次都被老哥打得鼻青脸肿了。那就得看你以后表现喽。真的，只要你肯教我，别说当你小弟，让我拜师都行。玩笑开够了，该办正事了。公主殿下，我们兄弟这次来皇城，是专程向贵皇室奉送本届排位赛邀请函的，扶请公主殿下垂收。谢谢。半年之后，天剑山庄恭迎贵皇室莅临。啊，如果云兄有暇，也不妨来看看。公主身边有了云兄这般绝才惊艳的人物，相信下届排位赛上，皇室必能因云兄而大放异彩。下届吗？如此，我们兄弟任务完成，就此告辞。我还没跟老大讨教呢，老哥你慢点儿。凌云的脾性向来沉稳，今天怎么也……云师弟，你怎么了？这个林杰的剑气好霸道呀！我虽然打下，还是受了点内伤，不过不碍事。凌云应该也是看出我在极力压抑伤势，他是在给我保全颜面。看来这位林少主实在是一位谦谦君子呀。看来我得快点疗伤，顺便把炼制龙血宝丹的药材也一道准备了。出来吧，跟踪人能一路预先在前方抢点，你也算是老手了。不错不错，你确实有两手，不负我风白衣为你花费这点心力。风白衣为慕容易而来，聪明。那么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喜欢吗？从何说起？做坟地呀，我可是选了好半天哦。很好，很配你。原来你口才也不错，我就喜欢杀有才华的人，超有快感的。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午夜正是送葬的吉时。你先出手吧，我喜欢被动。如你所愿。初级玄火就想破我的蛇爪阵，太天真了吧！这没完没了了吗？接下来再试试我的蛇吻剑，好不好？更有意思呢。啊！
分明才是入玄境，怎么会旋渡虚空？去死吧，死变态！凤翼天穹魔。 又迸发了！这变态没死了，命还真硬！发婆救我！谁都救不了你！小魏，误伤我家少主！地玄境3级，不是你能对付的人。 你打伤少主也便算了，还要下死手，那就别怪老夫取你性命。莫离，快杀了他！不需要我出手。什么？受死吧！妖怪，这小子是妖怪！啊！小仙女，我知道是你。你既然如约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？我只是答应保护你3个月。 却没答应要和你见面，更不会听从你。你不用再多费心思。果然是你，受人之恩要当面致谢，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呀。你就出来嘛。哼，这个小仙女还真是傲娇。哼，我会让你主动现身的。 不过现在嘛，得先去办件事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慕容易，我来还你一份重礼。风少爷，我家少爷就在里面，请问还有什么吩咐？我和慕容兄有要事需要商议，你去将军府门口守着，任何人来了都不能进，知道了吗？是。是谁？慕容兄，精神不错呀。白衣，你这么晚过来，难道事成了？ 有我亲自出马，还有失手的可能吗？太好了，总算给我出了这口恶气。要不是有伤在身，我真想看看那小子临死前的惨状。慕容兄，我这次给你带来了一颗疗伤圣药大还丹，慕容兄吃了它，定能早日痊愈。白衣，有你这样的兄弟，我真是3生有幸啊！哎，慕容兄客气了。 慕容兄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喉咙剧痛，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啊？你刚才说想看我临死前的惨状是吧？哼，求生欲还挺强的嘛。我倒是要好好欣赏一下你临死前的惨状。想求救吗？可惜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
就用你好兄弟的剑来送你上路吧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镇北将军家和平西将军家打起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听说平西少主风白衣昨天晚上刺杀了镇北少主慕容易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总算可以炼制龙血宝丹了。没想到风白衣身上居然有我所需要的炼丹药材，真是送货上门啊！10成色，完美。这是什么丹药？小仙女，嘿嘿，我说你一定会主动现身吧？为什么上面会有王玄境界的气息？很简单，因为炼制它的龙血来自一条王玄之龙啊。你居然能炼制如此高等级的丹药，而且你的炼丹方法我闻所未闻。所以我叫你出来多聊聊嘛，说不定还有更多闻所未闻，是吧？再油腔滑调，我们的约定结束。好吧。丹阵，这种炼丹术叫做丹阵。丹阵？你居然会传说中的丹阵？哼，明明是天毒珠，男人嘴里真是没一句真话。献丑了？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尽管问。你自称神医，医术也确实是高奇，而且还会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炼丹术。你的这些能力，随便一种都足以惊世骇俗，任何宗门都会争相盛邀你加入。为什么你却屈居于一个小小的苍风玄府之中呢？自由。自由？一入宗门，终生不得离开，一辈子只能为一个宗门而活，这对于我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我所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。既然这样，你拥有这些能力，为什么要让我知道？你就不怕我说出去，到时候那些宗门找上你，就由不得你了。因为我相信你啊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在你的层面还不如蝼蚁，但我受伤之后，你却能守护我，帮我疗伤，现在又能如约回来，还救我性命。这说明你虽然外表冷冰冰的，其实内心很善良。嘿嘿，而且你还这么漂亮，如果别人说你是真正的仙女，我也一定会信的。怎么看都不可能是坏人吧？哼，你倒是伶牙俐齿。小仙女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？你应该是冰云仙宫的人吧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夏清月的弟子？你认识清月？说到清月，她为什么反应这么大？啊，我和她是发小，后来我离开了流云城，听说她嫁人了，然后又去了冰云仙宫，所以关心一下嘛。没错，她现在是在冰云仙宫。如果你今年也去排位战的话，也许可以见到她。啊，今年的？他才刚满18岁啊，是不是太勉强了？其他人自然不能，但清月的天赋和悟性可谓旷古绝今，无人可及，就算凌云都比不上。上一届凌云能以17之灵登顶，我冰云仙宫的夏清月同样可以。清月现在竟然已经这么强了吗？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你也不需要相信，到时你们自然都会看见。那小仙女，你知不知道是哪个男子那么幸运娶了清月？哼，一个废人。清月会嫁给他，只是为了履行父亲的承诺罢了。但如你所说，那的确也是个天下最幸运的男人。纵然千万个他都不配，却和清月有了夫妻的名分，真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惠。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纵然千万个他都不配，却和清月有了夫妻的名分，真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惠。
师姐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参加这一届的排位战。啊，可是参赛的名额需要通过选拔获得，我也没有特权。不过你若真想参加，就要在半年之内进入天选榜的前3名。我知道，所以接下来我会离开一段时间。啊，为什么？这里对我来讲太安逸了，我需要一个更艰巨的环境来激发自己的潜力，才能在半年之内有巨大的突破。离开也好，不是最好。现在你太引人注目了，留在皇城一定会卷入纷争的。只是我又舍不得你。半年，请等我半年，到时我一定会回来，带着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回来。我等你，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这地方可真是来对了，才没多久，玄力就几乎涨了1级。但这里已是你目前能达到的极限，再往前的玄兽层级就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了。而且，此地的玄兽明显比万兽山脉还要多，还要狂暴排外。你不能再前进了。没关系，我有人保护。他只是半步王玄，死亡荒原的中心有比凤凰更高的存在，到时候他也顾不了你。你还是快疗伤吧，否则明天就成玄兽屎了。算你识相，否则烤了你当早饭。我的吊坠，小仙女，快帮我追上那只风暴猎鹰！小仙女，我只承诺保护你3个月，但没有义务听从你的号令。那吊坠关系到我的身世，是我与亲生父母相认的唯一凭证，我绝不能失去它。与我何干？如果你能带我追上猎鹰，我会为你开通3处，不，5处玄关。我说到做到。哼，谅你也不敢骗我。
接近力竭了，准备擒住他。好，看我的！小心，这周围的气息不对劲。别过去，危险！快闪开！东西找到了，还不快走！不行，小仙女还在和那蛟龙恶战，我怎么能走？愚蠢！这个级别的战斗是你能插手的吗？你留下除了送死，能帮他什么？她是因为我而陷入险地，我若弃她而逃，还算人吗？仙女已是半步王旋，对付得了。2条变异的雌雄剧毒蛟龙，实力位于天玄巅峰。如果只有1条，确实问题不大；但是2条，除非它同归于尽。什么？你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趁它缠住这2条蛟龙，赶快逃走。啊，那小仙女，别想着能一起逃，龙的御空能力可远在猎鹰之上。都是妄图燃指龙神宝藏的愚蠢人类，受死吧！赶紧离开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灵领域。领域？你一个半步王玄，居然也会领域？
事吧？他发动这招禁忌是以自毁为代价的，必死无疑。什么？茉莉，快杀了那条熊蛟！我求你了！我才不会帮你们！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小仙女是为了我而落到这个境地的，绝对不能让她死！你这个疯子，快把我放出去！不会让你这么舒服的死，我要让你受尽剧毒噬身之苦。小仙女，他已经活不了了，白白浪费我1年的努力。茉莉，你没事吧？现在他的玄脉经脉寸断，已成废人。我的玄脉都能修复，他也一定能。就算你能重建一条玄脉，他也只能从出玄境重新开始。从傲视天下的半步王玄变成站不起来的废人，这对他来说根本是无法承受的绝望。你医术就算再高超100倍，他若心死，你也根本不可能救得活。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。笨蛋，懒得理你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已玄脉尽碎，回天无术。你走吧，我不怪你。活着就是最大的希望，活着一切才有可能。你不要死，不要让自己死啊！你别碰我！我知道你冰清玉洁，但现在我说了算。想杀我，好啊，那就让自己重新站起来。快跑！这硫磺物有剧毒，吸入它就没救了。谁？我是太古苍龙，留在这里守护试炼之地的一缕残魂。太古苍龙，上古时代诸神兽之首的龙神，他竟然也落在这小小的天玄大陆。龙神残魂，试炼之地。难道这里和凤凰秘境一样，也是神留下力量传承的地方？神的时代早已结束，我们只能将力量传给后世有缘之人。我第一个1000年之前曾来过129位试炼者，但自从那2条蛟龙询问着我的气息到此盘踞之后，就再无人能接近这里。你是
这1000年以来的第一个有缘人。若你能通过我留下的试炼，我便赐予你3滴苍龙之血，让你拥有龙神血脉。你可愿意啊？我果然没猜错，这里会聚集这么多高层级的玄兽，就是因为荒原的中心有龙神气息的存在。太古苍龙，你是上古最强大的神兽，那你一定有办法拯救我身边这个人的。我请求你救救他，更恢复他的力量，我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。他受伤太重，而且满心死志。我不过是一缕残魂，没有能力拯救他。若你能通过试炼，获得我的血脉和力量传承，是有一个办法。小仙女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那么，你接受我的试炼吗？好，我接受。在你之前的那129个试炼者全都死了，他们中实力最低的也是天玄境。如此，你还要坚持进入试炼之地吗？哼，当然。你勇气不俗，不愧身上留有凤凰之血，那就开始吧。试炼只能你一人进行，他将暂时被斥出这里。不行，他现在还需要我用玄力护住心脉，不能长时间分开。那我能不能带着他一起进入？年轻人，龙神试炼的难度会以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的。你带他进去，你的难度就会翻倍，而他已是废者，不但无法帮助你，还需要你时时刻刻分心保护他。不要管我，我不要男人保护。你只管好好活着，直到能打死我的那天就好。神经病！年轻人，欢迎来到龙神试炼之地。这场试炼共有3关，第1关对阵的是炎龙战士，祝你好运。第1关这么稀松，4个。看来每一轮的对手都会翻倍。8个。这轮还是8个。小仙女，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。我做不到。如果把它换成你，我也一样会这么做的。
大战300回合。300回合，左臂能有右臂一半实力就不错了。管他呢，还能战斗就行。疯子！你这又是何故？我乐意。快想办法把那些射手先解决掉，否则就死定了。凤凰破！竟然将凤凰宋氏典与天狼御神典融合，衍生出重剑与凤凰之炎结合的玄器，能将两种别人一辈子都无法参透的神诀结合，还是在近乎绝境的状态之下一次成功。星妖莲。玉成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开我吧，你会死的。没事儿，我不是挺过来了吗？这第一关试炼，差不多也该结束了吧？啊！小仙女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吧？楚月禅。楚月禅，不就是楚楚动人的月中仙子？哼，以后我还是继续叫你小仙女吧。但无论是我，还是你，都不能白白死在这里。所以，你要用力的给我力量啊！
情人，你竟能走到这一步，简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！不过试炼第1关还没有结束呢，真正的挑战马上就会来了。我给你60息的休息时间。什么？一切皆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喂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60息，撒泡尿都不够啊！灵玄境5级，全盛状态的你都没有打胜的可能。而且，看到他手中的剑了吗？那是一把天玄器。打不过也要打，都到这一步了，我才不会放弃认命呢。不想死就快放开我！绝不会！再不放开我，我就要射自己！给我闭嘴！心！放地天穹舞。云彻，云彻，快醒醒！云彻，阴魄结界。
后的保命法宝了，这个东西破了就完蛋了。一切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？云师弟，你如今在哪儿？红妹，你果然在这儿。焚绝城拜见苍月公主殿下。三皇兄，焚少主，好久不见。红妹啊，焚少主对你可是一直记挂于心呐。啊，这不，一听说你回来，日夜兼程就赶来看我。哎呀，这份痴情简直是可感日月呀！苍月一切安好，勿需挂心。听说有一位叫焚魂花的异药，可解陛下之急。我焚天门的烈阳天玉中，倒是正好有一株。焚少主所言当真？不知贵门可否将此花转给苍月？价格和条件请随意。哼，这焚魂花是天下异物，乃无价之宝。而我焚天门应有尽有，倒也不缺什么。不过，如果是自家人需要，我这个未来门主也当心甘情愿地奉上。既然这样，那苍月便不奢求了，告辞。焚少主，你也知道我这皇妹的性子。不对，她性子确实倔强。但之前纵然拒绝，也会很委婉。可现在呢，竟然变得这么强硬，其中一定有原因。哎呀，少主这样一说，倒让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那个叫云彻的小子。啊，云彻！云彻，快醒过来！我不能死在这里，世界还在等着我。还有茉莉，我绝对不能死！天地万物，我为我主，心存浮屠，愧大道。云彻，竟然在濒死状态突破到了大道浮屠诀第2境界，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我没事了。该结束了。好名字！现在再让我看看，你的脑袋能不能承受得起这把天旋重剑？
线，好贱呐！很好，年轻人。我曾数次后悔选择这片大陆，花费万年的等待是不是一个错误？所幸遇到了你，你让我看到了莫大的希望。现在第2关的试炼之门已向你打开。这里是试炼之地。此处没有边际，也没有出口，只有完成试炼的人才能离开。那试炼内容是什么呢？小仙女，快跑啊！还傻站在这里等死吗？这里有无数的选手，印记都在灵选之上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们会对你展开不死不休的追杀，而你的任务就是在1年之内击杀99999只选手。多少？祝你好运，年轻。请进。有消息吗？自有人见他进入死亡荒原后，就再无半点音讯，传音符也始终联系不上。请恕我直言，死亡荒原那种地方，有整整5个月了。公主殿下最好还是不要太执着了。不，云彻他一定还活着，他向我保证过。来，已经不烫了。谢谢。83951。那你安心睡一会儿吧，我守着你。茉莉，我们在这里多久了？今天是第141天。这么说，距离苍峰排位战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看来必须加快进度了。10天内我必须出关。10天？你现在平均每天斩杀600只玄兽已是极限了，10天内想消灭剩下的16000只，开什么玩笑？是啊，所以要想个办法，不能再这么按部就班的蛮干。小仙女，你信不信？我们今天就可以离开这里。你干什么？
此处甚好，就这儿了。小仙女，今天我就为你放一场很大很大的烟火，你可要睁大眼睛看好了。骗你吧！我讨厌火。那是因为你以前总是一个人，现在有我陪着你看烟火，你还会觉得讨厌吗？年轻人，你又一次让我吃了一惊。你的表现让我无法相信你仅仅只有18岁，了不起。所以我通过第2关了。当然，虽然有些取巧，但并未违反规则。那请快开始第3关的试炼吧。你好像很着急呀。我有要事在身，必须在25天之内赶回去。那足够了。第3关你已经通过了。通过了。龙神试炼的第3关是对品格的考验。你在前2关中，为了这名女子，不但甘愿增加难度，而且不顾一切的守住她，哪怕需要丧命，也没有丝毫丢弃她的想法。你的这些举动已足够证明你的品行，所以第3关无需再进行。谢谢。祝贺你成为这片土地上唯一一个通过龙神试炼的人。那现在你是不是能告诉我，怎么才能让小仙女恢复实力？通过龙神试炼者可得到3滴龙神之血，而你是双倍难度，所以可得6滴。你如果要想救这名女子，就抓紧将龙血融合入自己血脉，因为救她的方法由你来执行。小仙女，等我。哼！你竟然能发现本公主的存在。身为12星神之一的你，却出现在这个世界，看来星神界那边发生了什么大事。你不过是一缕注定消散的残魂，我们星神界的事无需你关心。那把剑现在是否已被找到？哼！众神因那把剑而灭亡，你如今只剩一缕残魂，居然还念念不忘。我并非对那把剑本身有执念，只是它里面有着一个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灵魂。哼！玄玄虚虚，我才懒得在乎。不过可以告诉你，虽然无数人在拼命找那把剑，但还未有人得手。谢谢你，小姑娘，愿意坦诚告知我这些事，也让我对这个通过试炼的少年有
的一些其他念想。镇玄镜10级。小仙女，我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太古苍龙，血脉融合我已完成，现在请告诉我，怎么才能让小仙女复原吧？你为了救她，真的愿意做所有事吗？当然，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。好，你现在拥有的真龙元阳，皆有活质，也是纯阳之体。而这位女子修炼的是冰系血功，亦是如此，乃是纯阴之体。天道中阴阳相合，有化育万物之力量，达到更高的境界。讨厌我，那是因为你以前总是一个人。小仙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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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着。这一刻热泪成霜，眺望着岁月，看遗憾无处心态，你终究无可替代。萧索缠身，拂雪而来，等日出照亮的雾散天开，待到重逢时，再将你拥入怀。小仙女，别担心，他只是突然接受到了大量的冰系元阴，冰火相克太过猛烈，以致昏厥，很快也会苏醒的。现在你是王玄境的强者了。在这年轻人醒来之前，有一件很要命的事情，我必须告诉你。请讲。头好痛。年轻人，你醒过来了。我竟然昏过去了。为什么身上这么冷啊？这是……没错，你现在身上已有了第6重境界的冰云诀。真的吗？阴阳相合，竟然还能获得对方的玄功，太神奇了吧！不过，在能将冰与火这2种相悖的属性完全调和之前，切莫妄动冰云诀，否则
很有可能对你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他已经走了。那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复原，而且突破了王玄境界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古苍龙，你不但赋予了我力量，还拯救了他。你无需感谢我，我也只是为自己寻找一个理想的传承者罢了。不过，若你真的有心，那可否答应我一个请求？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找到一把剑。啊，一把剑？时辰快到了，分觉尘怎么还没来？我已让夏元霸去催了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这是谁啊？是分觉尘吗？不是啊，好像不是啊。真玄10级，半年时间，他竟跨越了8个层级。秦府主、师姐、秦导师，好久不见。师弟，对不起，师姐，让你担心了。我还以为再也……我想代表皇室参加排位赛，不知可不可以？排位赛名单已经确定，这不是准备出发了吗？这个好办，只要打败其中一个，不就能取而代之了吗？什么？ 2位师兄，不知哪位先来赐教啊？